我相恋4年的男友出轨了我的闺蜜，被我堵在了酒店的房间里。我直接砸断了他2根肋骨，给了他3个大嘴巴。他居然还有脸来跪求我的原谅，我直接甩给他一堆他出轨的果照，告诉他再来招惹我，老娘废了你。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正在家里修改策划案，哔咕一声轻响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拿起手机点开微信，一张图片跃入眼帘。图片里是我的闺蜜古丽谦和我的男友江行止，两人相拥着一起走进酒店的大门。我大脑轰地一声，一阵眩晕，浑身发抖地看了好半天，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我爱了4年的男人。刚刚还和我说晚上公司加班，原来却是在酒店和古丽谦厮混。想起那通电话里，他的声音依旧温润宠溺，轻笑着说爱我，让我乖乖在家里等他。这一刻，我整颗心都是空的，疼痛蔓延，我几乎全身无力地摔倒在了地上。该来的还是来了。缓了好久，我才看是谁给我发的信息，原来是我的同事小西。因为江行止经常来我公司接我下班，所以大多数同事都认识他。看到是小西，我更是无地自容。前一天同事们还在笑我男朋友一刻也离不开我，今天就被打脸的啪啪响。果然秀恩爱死得快呀！我双手发抖的给小西发过去，在哪里？很快，小西的信息便过来了4海酒店。我没再回复，随手拿起一件外衣裹上，拿起钥匙便匆匆地下了楼。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了下来，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想想这1年半以来，不是没有察觉到，只是自欺欺人的以为是自己想多了。我和古丽谦是打小的朋友，从小学到高中，因为2家离着近，我们每天都会一起上下学，放假的时候也都是在一起学习玩耍，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当我和江行止恋爱以后，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那时似乎比我还高兴，很开心地祝福着我，没想到多么讽刺的祝福啊！我和江行止恋爱的第3年，古丽谦来我所在的城市找我玩，我把他领到了家里。那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古丽谦在我的家里住了1个多月，最后居然说要把家里的工作辞了，留在历城不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他在家里边的工作也很不错的，又在父母身边，可是他一直说要留下来陪我，省得我一个人在这边孤单。我当时还很感动，现在想想到底是为什么要留下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20分钟后，我到了酒店门口，正在犯难该怎么找他们的时候，小西迎面而来。没想到他居然一直在。小西是我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大名顾罗西，长得瘦瘦高高的，很是英俊。我们办公楼上下3家公司没有不认识他的，虽然才来了2个月，只因他长得是真的很俊，一身高奢品牌服饰，没人知道他的身家背景，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月月姐，她小心翼翼地打量我的脸色，我此刻的心里真是7扭8扭，难受的要命。从没想到这么丢人的事会被单位的同事知道，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干巴巴地对他说声谢谢，居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看了看我那张苍白的脸，又小声说，姐，我知道他们在哪个房间，你要去吗？这还真是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主。我尴尬地点点头，既然都来了，不进去捉个现行还真不是我的风格。顾罗西带着我进了电梯，一路上我都沉默着，心里预设了很多种见面后的场景，心乱如麻。一直到站在门前，我都没想好该怎么办，脑子里乱哄哄的。没想到顾罗西直接拿出一张卡刷了一下，此时的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为什么会有房间的卡。轻轻地推开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说不出来的难闻味道。原来2个人干大事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我都不知道。我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恶心的想吐。我一步一步地挪进去，调笑声、呻吟声、啪啪声在耳边不断地响起，我手脚冰凉，浑身都是颤抖的。
当我站在床边的时候，入眼的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真的太他妈恶心了。正在激战的两个人突然发现我和顾罗西的出现，都吓得嗷一声迅速地分开。古丽谦一把抓起床单将自己埋了进去，江行止脸色煞白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忘了遮羞。我一脸绝望地看着他，一股怒气冲天而起，怎么也压不住那愤怒。我随手抓起一瓶矿泉水照着他的脑袋砸了过去，第一次他躲开了，我像疯了一样看到啥就抓啥，不顾一切地往他身上招呼。他一边躲一边喊着：月月，冷静冷静一些，月月别打了。那时候的我已经是疯了，真的是疯了，失去了理智，我恨不得打死他一了百了。他光着身子不停地在床上躲来躲去，一不小心掉了下去。我一个箭步奔过去，拿起床头上的烟灰缸往他身上砸了好几下。还是顾罗西冲上来拉住了我，我气喘吁吁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江行止，从没有哪一刻让我觉着他是如此的丑陋不堪。我回过头，一把抓住床单，狠狠地撩起，一声尖叫啊！我抓住古丽谦的头发，撕扯下床，狠狠地扇了他3个大嘴巴子。哭声响起，我拿出手机，将两个人的狼狈全部拍了下来，转身走人。月月，月月，江行止的呼声和古丽谦的哭声在身后不停地响起。我昂首阔步地离开了那个让我倍感羞辱的房间。进了电梯，我整个人一下子就虚脱了，无力地靠在了电梯上，最后滑坐在了地上。这时候我才感觉出自己的手脚都在发着抖，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了。顾罗西一直跟在我身边，生怕我有什么闪失。电梯门开了后，他二话不说的一把抱起我，快步出了酒店。我能感受到无数道看向我的目光。我想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这辈子最丑的时候吧。顾罗西把我抱上车后，才小声问我：姐，你要不去我家住几天吧？我摇摇头，不用了，让我自己坐一会儿吧。你先回去吧，今天谢谢你。那不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我依旧无力地摇摇头，我想单独待一会儿。顾罗西看着我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答应了。我一个人坐在副驾驶上，想哭却哭不出来，眼睛干涩地发疼，心口也一下一下地疼着。我张开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似一条缺了水的鱼。过往的一切不受控制地往脑海里涌。那年我大3，江行止大4，他在整理大4的毕业论文，而我在为考研做准备。第一次遇见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那时候的我没日没夜的学习，脸色蜡黄憔悴的要命。后来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我，给他吓了一跳，还以为我得了什么病。那时候学起袭来，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就经常买过来和我一起吃。他顺利地签下一家知名大企业，而我却没有顺利上岸，最后不得不开始找公司实习。在一起4年，他对我始终如一，而我对他的感情也越加依赖。就在我们即将要谈论婚事的时候，我的闺蜜古丽谦来了。原本我以为她只是来我这里玩几天而已，没想到她一住1个多月，最后直接不走了。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对别人的信任度几乎为0，可唯独他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100%的信任他。没想到他却给我了一个当头棒喝。刚开始的时候，江行止很不高兴古丽谦的打扰，我总是私下里偷偷的安慰他，求他看在我面子上容忍一下。后来慢慢的大家都熟悉了起来，江行止在家的时候，古丽谦也不再避嫌，只是穿着一个吊带丝裙在家里走来走去，有时甚至当着我的面和江行止打闹。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了，但是每次我都告诉自己，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我不应该怀疑她。有几次我下班回来的晚，都是江行止开着车拉着她一起去接的我，她坐在副驾驶上，而我只能坐在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前面有说有笑。还记得半年前，我原本是要出差的，后来改了行程，
我便又回了家。那天我打开门的时候，便看到古丽谦慌慌张张地从我的卧室跑了出来，脸色绯红，而江行止在他身后出来，也是神情很不自然。当时我的心便咯噔一下，那时候我的怀疑就已经很深了。我直接对古丽谦说：“小谦，你也找到工作了，我觉得你应该再找个房子了，总住在我这里总是不方便，我男朋友也会不高兴的。”当时两人的表情真的很精彩，我却还在自欺欺人地为他们开脱。我以为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以为我可以大度地让这一切都翻过去，就当没发生一样。可是我却忘记了变本加厉这个词语。古丽谦找了一个合作对象后搬走了，我的生活也恢复了以前，可我却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变了。江行止的加班越来越多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我苦涩地笑了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我活该，是我的视而不见成全了他们的肆无忌惮。可是4年的感情啊，是我全身心的投入，也是我热情与真心的罔顾。我颤抖着手打开手机，翻到刚刚拍摄的那些图片，每看一次便像刀在我心口上剜一次，可是我却又控制不住自己一遍一遍地看。我坐在车里，看着120救护车就停在我的面前，看着医护人员快步跑进了酒店。没多久，又看到他们抬着一个人快步跑了回来，那人的头上、身上有鲜红的血。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从我的面前走过，上了救护车，最后一个女人衣衫凌乱地跟着上了车。我咧嘴笑了，笑着笑着我又哭了，这一次是真的哭了，泪水横流，肆无忌惮的嚎啕大哭。活了25年了，第一次这么撕心裂肺的痛哭，却为了祭奠我那死去的爱情及友情。我也不知道我哭了多久，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瘦瘦高高的男孩子独自坐在花坛边，一脸担忧地看着车里的我。男孩的腿很长，蜷缩在那里，显得很无助。平顺了一下心情，我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到他面前蹲了下来。他确实很帅气，看起来仍有些稚气未脱的脸蛋绷得紧紧的。我抿唇想要对他笑一下的，可是估计我若是笑了会比哭还难看，想想就还是算了。有烟吗？嗓子有些沙哑，估计是刚才那通好的。顾罗西忙掏兜递给了我一颗，我是从来都没抽过烟的，只是在此刻却非常的想抽一下。嗨，第一次抽烟不太会，呛得我鼻子都有些泛酸。姐，你不能那么吸，你要把吸进去的烟再吐出来，这样就不会吸到肺子里。小臭孩一脸认真地教我，我无所谓的点点头。姐，我今天是不是办错了事？顾罗西满脸的沮丧，眼圈似乎都有些发红。我摇摇头，没，其实要谢谢你，若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当鸵鸟到几时呢。你是早就知道了吗？是早就怀疑了，只是我有点不敢去面对，害怕失去。我的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是啊，害怕失去。小西见我没说话，便自顾自地说，一个渣男而已，失去就失去了，有什么可怕的，下一个更乖更好。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下一个真的更好吗？经过了这事，我还敢有下一个了吗？我叹口气，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男人，更是对美好爱情的热情和信任。此刻我的心只剩下了冰壳。走吧。回了，我还有策划案没改好，明天就要的。我缓慢地站起身，腿脚发麻，一个踉跄，险些栽倒。顾罗西手快递一把扶住了我，我甩了甩发麻的脚，一步一挪地上了车。我送你吧。你的家在哪里？我对着车窗外的男孩说。顾罗西眼睛一转，一脸苦瓜地和我说，姐，那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啊？我疑惑地看了他那一身名牌的休闲服一眼，心里想着他是不是怕我自杀呀？于是我笑了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做傻事的，就像你说的，为渣男不值得的。
他明显的愣了一下，然后挠了挠头，小声说：“姐，我是真的没地方住了。那你地方呢？”我也傻愣愣地问了他。地方被我爸收回了。哦，那就来吧。顾罗西一脸憨笑地谢了我，才绕过车头，坐上了副驾驶。就在这时，我看到手机亮了起来，我拿起一看，10多个未接电话，全是江行止打来的。看来这是在医院处理完伤口了吧？我随手把手机丢在了后座，发动了车子。夜晚的风丝丝凉凉的，我漫不经心地开着车，任凭自己的思绪漫天飞舞。身后的手机一阵亮一阵灭，好似又回到了那年的夏天。我和江行只闹了别扭，我独自一人开车在夜晚的街道不停地兜圈，他就一遍一遍不停地打电话，一直到凌晨3点，我才独自回家，而他就一直坐在小区外面等我。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眼泪都下来了。我相信那时候的他是真的爱我的，可是我也相信现在的他也是真的没有那么爱我了。这半年多来，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的背叛，曾经有多爱，现在就有多不爱。姐，顾罗西小心地瞄了一眼我。我漫不经心地回，你开车能不能走点心？你这样很危险。吃，我瞥了他一眼，嗤笑他一声，依旧想我的事情。姐，我发现你平时温温柔柔，娇娇弱弱的，咋干起架来那么疯，太恐怖了。你闭嘴。哦。站在门口看着我收拾得整洁干净的家，我又是一阵恍惚。第一次搬出来和他同居的时候，真的是羞涩又兴奋，整颗心都激动得不行，一连几天都无法平静。平时我包了所有的家务，而他只忙着上班，晚上下班回来我已经做好了饭菜。不管我有多忙，他都很少帮我一起做家务。而去年古丽谦还在我家的时候，有一次我没用他来接，加完班自己打车回的家。一进家门便看到两人一起在厨房忙着，一个在炒菜，一个打下手。看着那一幕，我突然就有种错觉，他们是那么的和谐，好像谁都无法融入一般，自成一个世界，我好像才是多余的那一个。月月宝贝回来啦，马上好饭，快去洗手准备吃饭。江行止一转头看到了傻愣愣的我，扬起一个明媚的笑脸对我说。古丽谦也转头笑了笑说，月宝回来了，马上好饭。我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低下头去了洗手间。那时候的他们可能就已经在一起了吧。我拿出一双没人用过的拖鞋给顾罗西，一边招呼他一边说，冰箱里有鸡蛋，你去煮2个来。顾罗西一愣，傻兮兮地问我，干嘛？你饿了？我瞪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没看到姐的眼睛肿了吗？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哦。顾罗西不情不愿地嘟了一下嘴，最后抿唇一笑说，姐眼睛肿了也挺好看的。我不笑地一扭头，开始自顾自地忙了起来。顾罗西煮好了鸡蛋拿给我，我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改我的策划案，直到凌晨1点才彻底修改完毕。我疲惫地站起身来到客厅，想要倒杯水，才发现那个家伙居然自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进门后我好像就没再管他。笑了笑，我拿出我的薄毯给他盖在身上，倒了一杯水，独自站在阳台上看着凌晨的街道，没有一丝睡意。我想我该搬走了，这个房子本来也是江行止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占据，天亮后我就先找朋友帮忙找一个住处吧。想到这里，我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原本也睡不着，等天一亮我就先让朋友来帮忙把东西搬走吧。再也不想面对江行止那张让人恶心的脸了。7点钟的时候，我便给温情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一下我的情况，拜托他来把我的物品先搬去他那里。温情是我大学时候的室友，我们关系也处得很好，每周都要联系见一次面。他来了以后，见我的第一句话就吼我，你个傻 X， 我早就说过没有，
你那个什么狗屁闺蜜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你还当个宝一样，亏了你那么精明的一个人，被那2个狗男女耍弄得跟个傻逼一样，我真他妈服你了。他一边骂着我，还不忘把路边买的早点递给我。我早已习惯了他的性子，也根本就不在意，反而觉得被他骂，心里反而更舒坦一些。我也觉着自己是个傻逼。温情换了鞋就奔着沙发过来，沙发上的顾罗西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被温情的骂声惊醒，一脸猛地一下子蹦了起来，手里捧着那薄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温情。温情也被他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顾罗西，嘴巴还呈现着菱形。我突然就被眼前的俩人逗乐了，笑了一会儿才说：温情，这是我公司同事顾罗西，这是我好朋友温情。俩人这才互相点了点头。顾罗西放下手里的薄毯，赶紧跑去卫生间洗漱去了。温情才拉着我问道：啥情况？这孩子是咋回事？你这是不是有点饥不择食了？太小了吧？闭嘴，胡思乱想什么呢？都说了是我同事，昨晚帮了我，他没地方住了，才在我这里借住一夜的。没地方住了？真的假的？该不会是借口吧？温情笑嘻嘻的，一边扯着我的脸，一边偷眼瞄了一下卫生间。不过长得还真不赖。我一巴掌拍掉他的手，一边把早餐整理好，等着顾罗西来吃饭。月月，你这同事会不会是看上你了呀？温情贼兮兮的小声对我说：别胡咧咧了，赶紧的把我行李箱搬车上去吧。温情搬行李去了，我招呼顾罗西赶紧来吃早餐。顾罗西看了一眼我那些摆在地中间的行李，不好意思地说：姐，你啥时候收拾的？我都不知道。我笑了笑，我是后半夜收拾的，你都睡着了，没关系的，一会儿我们吃完一起上班。顾罗西没过来吃饭，他看了一眼还有几个箱子，便忙着开始帮我搬东西。我心里还是暖暖的，这孩子一看就是没干过啥活的，此刻能帮我一起搬家，说实话还是有些意外的。全部搬完后，大家才一起吃了早点。我把钥匙放在了餐桌上，环顾四周，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毕竟一起住了3年多，我早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坐上车后，我又拿起手机，看着那40几通未接电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复杂。我拨了回去，刚刚响起便被接听。月月，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江航芷，这4年来还是第一次叫他的全名，平时都是叫阿芷的。我已经搬出来了，钥匙放在餐桌上了，以后不再见面了，再见。月月，你听我解释。月月，我直接摁断了电话，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才发现车里的气氛很沉闷。2个人都有些小心翼翼地看我，我没理会，扭头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心里一片平静。原来放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啊。可是我还是肉眼可见地瘦了下来。温情每天看我数着米粒难以下咽的鬼样子，气得不行。其实我也不想的，可就是吃不下东西，看什么都反胃。如果没有看到那一幕，我想我还会好一点，可是我就是他妈该死的看到了呀。那一幕就成了我再也挥不去的阴影，成为了我的心魔，一想到就想吐，还控制不住的老是浮现在眼前。我被折磨得快要疯掉了。我还是在温情极力反对下找了一个小一点的公寓，整理了一下便搬了过去。顾罗西死活要跟我一起合租，被我无情地拒绝了。开玩笑，我才不想领着一个小屁孩一起生活呢。1周后，古丽谦找我了。我本不想再理他的，但架不住好奇，很想知道他想要和我说什么。他应该还欠我一个道歉，不是吗？我欣然赴约了。地点定在一家咖啡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月月，你来了。古丽谦看我一眼，坐在那里没有动，只是笑着和我说了一句。我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认识快20年了，还真的不知道他居然长着一张狐媚的脸。古丽谦似乎并没有感到歉意，他随手搅拌着面前的咖啡，眼睛盯着我说：
你把它打坏了，断了2根肋骨。我怔了一下，没想到下手会那么重。抱歉，下手重了，没办法，看到你们2个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没忍住。古丽谦似乎没想到此刻的我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居然如此的风轻云淡，他不自然地扯了一下嘴角说，我也很抱歉，可是我也没办法，实在太喜欢他了。没关系了，既然你喜欢就拿去吧，一个垃圾而已，垃圾找垃圾也很正常的。我端起面前的奶茶，大口地喝了一口，原本香甜的奶茶居然喝出了苦涩的味道。古丽谦眉头皱了一下，似乎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他嗤笑一声说，那你呢？难道之前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难道你也是垃圾吗？对呀，你说的没错，我也是垃圾，所以才会和垃圾在一起那么多年，最后却被更垃圾的给抢走了我的垃圾。所以啊，我真是一个瞎了眼的垃圾。行了，别他妈废话了，今天找我来想干嘛？我不客气地对着古丽谦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古丽谦深吸一口气，忍下怒气说，他今天出院了，回家后他疯了似的把所有东西都砸了，也把我撵了出来。然后呢？我一脸无语的看着他，这和我有毛线关系？古丽谦纠结了一下，才小声说，月月，你能见一下他吗？不能。古丽谦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决绝，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脸色有些不好看。月月，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行吗？不行，你算个屁啊！一个抢了自己闺蜜男人的巨人，我真想知道你是哪来的脸啊！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你这么不要脸的呢？古丽谦的脸白了白，他紧咬住下唇，似乎是忍着怒气，又似乎是被我说的恼羞成怒了。他拿起杯子又灌了一大口咖啡，扯起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说，月月，我知道你恨我，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是真的爱他，爱他就可以占为己有了。现在想想你当初死皮赖脸的要留下来时候说的那话，我都觉得太可笑了，美其名曰是为了陪我，真的吗？我嘲讽地看着他，说完我站起身，拿着包包准备走人。古丽谦似乎有些急了，他呼的一下站起身，大声说，月月，不管怎么说，你们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如今他都被你打伤了，你就去看看他又能怎么样？原本已经走出2步的我猛地站住脚步，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一脸委屈不忿的古丽谦，为什么以前我都没看出来他的三观是如此的渣，毫无下限。我一把抓起喝剩下的奶茶，扬了他一脸，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也别再来烦我，不然老娘废了你。整个咖啡厅的人全都看向了我，我毫不在意。晚上下班的时候，江行只出现在了我公司的门口，我还没下班，就有同事笑嘻嘻地喊我，月，你老公来接你了，我看你俩呀，赶紧结婚算了，都处了好几年了，还扯扯拉拉的干嘛呀？看来顾罗西没和别人说我的事情，大家都还不知道。我突然有些感激他，便抬头向他看去，没想到一下子便撞进了他那双黝黑的深潭中。他正一瞬不顺地看着我，我愣了一下，忙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感谢，又回了我同事，结什么婚呀？发婚啊，我和他已经分了。这一句话好似一块石子掉进了平淡无波的湖面，掀起了一圈圈涟漪。为啥分了呀？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好几个同事围向我，说真的，我真的挺烦的，别以为他们就真的是关心我，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颗八卦的好奇心而已。分了就分了呗，不合适。我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一边应付着他们的盘问，月，你不带这样的，你男朋友多好的人啊，又高又帅的，家庭条件优渥，工作又好，还很有前途，这样的男人你都不抓紧，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吧？我依旧低着头收拾手里的物品，没有回应。大家都开始七嘴八舌的劝我要慎重，不要意气用事，不能耍脾气什么的。
我也是服的了，什么都不知道就自以为是的来指责我，好像我有多任性一样。我闭上眼，深深呼吸一口气，再睁开眼便看到顾罗西站在我面前，担忧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不想同事们知道我的事，所以他也选择缄默其口，但我知道他几次都想为我争辩，都被我用眼神制止住了。我收拾完东西，抓起包包，果断对他们扬了扬手，拜。顾罗西也跟着我屁股后面颠颠地追了出来。姐，你干嘛不说清楚是那王八蛋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啊？顾罗西十分不解地问我。我低头默了一下才说，不想让别人看我笑话呀。曾经有多炫耀，如今就有多狼狈，这一次我记住了。江行止站在我公司门口，一见到我的身影，立刻迎了上来。他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曾经那么耀眼的英俊男人，如今却胡子拉碴，一脸倦容。月月，他伸出手想要来拉着我，被我一步躲开了。他尴尬地收回手，眼底是难掩的愧疚及痛苦。呵呵呵，他有什么好痛苦的？痛苦的那个人不应该是我吗？有事。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那张曾经让我即使在深夜里醒来也用手指悄悄描绘过的脸，心里真的是有说不出的复杂，但就是已经没有痛了。月月，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是我对不起你，我们谈谈好吗？江行止一脸恳求地看着我，眼底都是期盼的水光。我摇摇头，突兀的那幅画面再次浮现，我胃里一阵翻腾，再也忍不住挖了一口喷了他一身。顾罗西站在我身后，一把拉住了我，江行止也忙伸手去扶我，被我挥开了。月月，你怎么了？生病了吗？江行止满脸焦急地问。顾罗西递给我一瓶水，我漱了一下口，拿过他递过来的纸巾擦了擦嘴，缓了一下才冷声说，江行止，你看我现在看到你就想吐，没看到你，只要一想起你和他在床上的那一幕，我也想吐。江行止，咱们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也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说完，我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我并没有回头去看他会站多久，那已经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了。顾罗西又开启了死缠烂打模式，死活要去我家里借宿，被我无情地拒绝。说实话，我有点看不懂这孩子了。不是我自恋，是真的经常会感觉到他在看我，眼里有毫不掩饰的炙热，我都有点怕和他对视了。别说我刚刚结束这一段糟糕的感情，就是我没有谈恋爱，我也不会找一个小孩谈，更何况还是个比我小3岁的，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男孩子而已。没想到3天后，他却直接出现在我公寓门外了，发烧40度，浑身烫得跟个煮熟的虾一样。我是真的服了，他发烧偏偏往我家跑，我能怎么办？总不能还把他拒之门外吧。收留一个成年男人的最大坏处就是真的太不方便了。我租的公寓本就不大，只有一个卧室，他来了我只能暂时把卧室让给他，谁让他生病呢？导致我每天只能睡沙发。好在第2天是周末，在家休假1天，我给他熬了粥，做了几个清淡的小菜。叹了口气，敲了半天的门，也不见他有任何声音，还是有些担心。我只好自顾自地打开门，因为拉着窗帘，屋子里有些暗。我看到那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蜷缩在被子里，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眉头皱得紧紧的。我实在不太会照顾人，但是看到他那可怜的鬼样子，心里还是软了下来。小希，起来吃点东西吧。我轻轻晃动一下他，没有任何回应，我便加大了力度，小希，起来吃点东西，再吃点药好吗？仍旧没有醒来，我突然就觉得有些害怕，该不会是烧死了吧？我颤抖着把手放在他鼻子下面试探，好像还有微弱的呼吸。我又把手放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还是很烫，看来今天得上医院。我还在想着，没注意他突然伸出手一把拉住了我，我因为弓着身子一下站不住，
被他扯着向下栽倒。一声轻呼，嘴唇磕在了他的唇角上，第一感觉便是疼，第二感觉便是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条手臂一把搂住我的腰，天旋地转后，我被某人压在了身下，唇上传来温润的触感，逐渐加深。这时候我是完全懵了的，直到嘴唇上传来一丝丝麻酥酥的痛感，才反应过来我被男人轻薄了。恼怒的我扬起手就要打他，不想被他一把抓住手腕。顾罗西意犹未尽地抬起头，轻舔了下红唇，目光亮亮地看着我。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小说里面说的波光潋滟。我的脸疼得烧了起来，有点气急败坏地推开他，还不忘上脚踹了2下，恨恨地下床，砰的一声关上门。狗男人，吃老娘豆腐！好半晌，顾罗西才磨磨蹭蹭地出来，头发像鸟窝一般，脸色苍白，他弱唧唧地挪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怒气腾腾的脸，小声说：“姐，对不起了，我刚刚做梦呢。”才不小心呢，骗大头鬼去吧！我拿着筷子一下一下地杵着碗里的白粥，冷声说道：“赶紧吃饭，吃完滚蛋！”顾罗西的脸色又多了几分苍白，垂下头，有些不知所措地小声嘟囔着：“是我不好，没控制住。姐，别赶我走行不？”我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有点心软了。哎，这该死的同情心！2个人沉默地吃完饭，我丝毫没注意到今天我似乎比以往多吃了一些。自从发生那件事以来，我几乎每顿饭不超过半碗，而今天我居然吃了整整1碗。吃完饭又给顾罗西灌了几粒药，他似乎怕我再撵他走，吃完药乖乖地把自己埋进被窝里不肯出来。我被他气笑了，又想起刚刚那个吻心下有些烦乱。那段糟糕的感情经历让我掏空了我所有的热情，我真的不想再这么快开始一段新恋情，更何况还是和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抵触的情绪上冲，我刚想拿起手机和温情聊会儿天，没想到手机便响了，一看是我妈，一个好久都没有联系的亲人。我愣愣地看着手机很久，直到屏幕转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奶奶带大的，可以说他们离婚以后没有人要我。我爸又找了女的，很快就结婚了。我妈在离婚后便去了外地，直到12年后才再次出现。那时我才知道，我妈原来傍上了一个大款。她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已经到了并不需要母爱的年纪，所以我并不是很接受她。是古丽谦一直劝我，安慰我，我也就一直冷冷淡淡地和我妈联系着。我不知道她今天为什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真的是有2个月没有联系了吧。电话再次响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起。喂，月月，我是妈妈。略有些温婉的声音传来，柔柔的。月月，你还好吗？好，妈妈最近有点忙，就没给你打电话。这几天妈妈忙完了就过去看你吧。小心翼翼的问询让我心底有些黯然。不用，我很好。对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小千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俩闹别扭了，你俩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别总是耍小孩子脾气，好好相处。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时，却都打着为我好的旗子来规劝我？为什么？我紧紧地攥着手机，浑身气得发抖，把脸埋进臂弯，蜷缩进沙发里。我觉得这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恶意。刚刚吃饱的胃又开始翻腾。就在我就要被这巨大的海浪淹灭时，一条手臂紧紧地抱住了我。他把我抱起，一声一声地喊我，一下一下地用他的唇亲吻我的眼泪，抚慰我。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才发现正蜷在顾罗西的怀里。我无力再挣扎，靠在他有些高温的身体上，才感觉有一些温暖，身体渐渐回暖，冰冷退去。电话再次响起，我紧闭着眼，无力再去顾及。
顾罗西抓起电话接了起来，我听到他说：“阿姨，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你嘴里的小千抢走了月月相恋4年的男朋友，阿姨受伤害的是月月。”说完他便直接挂断了。原来他都听到了，我也不想去纠结他为什么不叫我姐。缓了好久，我才憋出一句：“古丽谦，老娘要弄死你！”我说过了，别再来打扰我，也别来惹我，居然又找到我妈那里去了，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我妈第3次打来电话，我已经很平静了，我不会怪她，毕竟她并不了解我和她能和好，还有古丽谦的一份功劳，所以她来劝解我也无可厚非。月月，对不起，妈妈不知道。有些哽咽的声音传来，我默默地擦了一下眼泪，说：“没事，都过去了。”和我妈通完电话，我又给我奶奶打了一个电话，把这件事和她说了一下。在这个世上，我最爱我的奶奶，我不想她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似是而非的话。古丽谦的老家就在我奶奶家不远，我奶奶听完我说的后气得不轻，我又安慰了她好久，最后她又说要找她爸妈说道去，我没拦着，我就是想要街坊四邻都知道，我要搞臭她的名声，这还是轻的。我如果把那些照片发给她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同学朋友，估计她就别想再在这个世上立足了。但我没那么做，只要她别再来招惹我，我不会真的把事情做绝。休息了2天，一身轻松的去上班，顾罗西的烧也总算退了，他神情恹恹的跟在我的后面，一脸的幽怨，因为我又开始赶人了。没想到刚一到公司门口，我就看到了江行止。如今的他更加憔悴，甚至有些颓废。他看到我过来，甚至已经不顾这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司门口，他双手捂住脸，狠狠地搓了几下。我看到有泪水顺着指缝滑落。月月，原谅我吧，求求你，我不能没有你，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没有你我太痛苦了。月月，很神奇，这一次我的胃没有再难受，我只是平静地拿出手机，把他拉出黑名单，把那几张照片发了过去，并且直接打字告诉他，要是再来骚扰我，我就让全世界都欣赏一下他的果照。江行止脸色煞白地看着手机，一脸的不可思议，他的脸色可以用惨白来形容了。就在我迈步准备绕过他时，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突然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压抑着哽咽的声音，一声一声地喊我的名字，不再有丝毫留恋。我拉起身旁的顾罗西，径直走进了公司，留下了一圈人在那里围观。这件事让我一下子成了整栋大楼里的名人，一连几天都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江行止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了。过了很久，从我们共同的朋友处听说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一个人走的。走的那天谁也没告诉，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2个月后，古丽谦又来找我了。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妩媚，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眼睛里充满了沧桑，还有一点点的恨意。他一个人走了，不要我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了。我的家人也不要我了，嫌我给他们丢人，街坊四邻全都骂我。轩月，你高兴吗？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在微信里甩他几张照片，告诉他别再让我看到他，再来打扰我，我就把照片传到网上去。古丽谦，你应该感谢我对你的不杀之恩，我要是想毁了你，轻而易举，以后走路最好绕着我走。这是我最后和他说的几句话，也许这辈子也是最后一次对他说话。删除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我吐出一口浊气，彼此纠缠了将近3个月，才算是终于翻过去了。但让我郁闷的是，我彻底被顾罗西缠上了。他说我夺走了他的初吻，他要我必须负责，要不然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渣女。我也是真的无语了，难道不是我被他吃了豆腐吗？顾罗西开始死赖在我家不走，每天不是对我动手动脚的，就是趁我睡着了赖上我的床。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在他的怀里，我实在是无法对着小孩下口，每天过着鸡飞狗跳的日子，
她却乐在其中。那天温情叫来她的男友，我们4个一起在我家里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夜里，我晕晕乎乎的，还是没控制住自己，被顾罗西钻了空子，彻底坐实了我们的关系。这时我才恍然，什么特么的弱鸡鸡小奶狗啊，就是一只大狼狗好吗？为此我颓丧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他拉着我强硬地给我戴上了订婚戒指，我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知道，那四海酒店是他家开的，更是他名下的产业，而他父母几乎常年都在国外做生意，很少回国。我就很纳闷，他为什么不好好经营自家的酒店，干嘛跑到我们公司去当一个实习生？据他说，他刚刚大学毕业，只是想体验一下当实习生的感觉。我直骂他病得不轻，他却笑着说太直了。番外，顾罗西我大4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随便找了一家公司进去了，真的是想体验一下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种欲仙欲死的实习生活。第一次见轩月，只是觉得小小的一只，温温糯糯的像个小兔子。我知道自己的颜值一直都是被别人口中讨论眼中惊艳的那种，从小到大都是，我早都麻木了。可是轩月看到我后，虽然也表现出挺惊艳的，可随后就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了，这让我还挺喜欢和他相处的。我们公司同事都知道她有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好像处了4年了，我想应该也快要结婚了吧。可是那天我突然在我的酒店里看到她男朋友了，搂着一个妩媚的女人。见惯了这种场景，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俩人是来干嘛的。我纠结了好久才给他发去了信息。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不想看到他被骗。一想到那个小兔子被骗得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很不舒服。但让我震惊的是，兔子急了，真咬人啊！那个男人被他打得挺惨的，我要是不拦着，估计可能要被他打废了。可是看到他哭得惨兮兮的样子，我又很自责，真怕他一时想不开。我死缠着他住进了他的家，还好，他哭过以后，情绪还是很平静的。随着交往越深，我发现我的目光就越喜欢放在他身上，自己都控制不住，为他担忧，为他开怀，为他焦虑。当他那个渣渣男朋友来找他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很不喜欢看到他们再有任何接触。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去接近他，没想到都被他无情的拒绝了。我很郁闷，心里像猫抓一般难受。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一连洗了3天冷水澡，成功的把自己冻病了。果然，他温软的心就跟兔子一样，他终于接收了我。我开始的时候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这样，对他总是有种复杂难言的情愫。直到那天早上，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亲吻了他。亲吻后那种甜到心坎里的感觉，让我发觉原来我好特么喜欢他。发觉自己的心意后，我更不可能放开他，他不是心软吗？那我就以弱势的姿态靠近他。可是他总是回避我，我每天趁他睡着后跑去他的床抱着他，他睡得依旧很香，而我却是经常失眠到黎明。难熬的日子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我便约了她的好朋友，带着她男朋友一起来喝酒。那天她喝多了，而我也成功的让她失了控，不再保持平日里的理智与矜持，让她彻彻底底的成了我的女人。那种滋味真是太美妙，让我欲罢不能，直到黎明。我从未喜欢过人，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真的挺好的。甚至他和我发脾气，我都觉着奶凶奶凶的样子像极了兔子。看着他似乎对我们的关系仍旧有些犹疑，我直接便用戒指套住了他。订婚那天，我邀请了他的父母，我想即使他并不需要他们，但也是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吧。这辈子我都不会放开他的，因为第一次看到他哭，我的心都要疼死了。